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24岁生日，我爹送了辆新款迈巴赫当礼物。看着还没过实习期的驾照，我陷入沉思，问他能不能顺便附赠点美丽的支付宝余额。我爹直接表示不要车就滚。无奈之下，我只好从车上赚零花钱，还拍照发朋友圈，出租全新迈巴赫810天。不久，一个老同学爽快地以15000的价格租了20天。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同学是个狗中介，转手以2000元一天租给别人，而这个别人我很快就见到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同学聚会在同村举行，曾经的同学时隔10几年再见，这场聚会自然成了隐形的修罗场。大家你聊聊工资，我谈谈包包，原本都只是随便说说，不当真，可偏偏有人在大家吃到一半的时候姗姗来迟，正是我的前男友刘志伟。哦，不，他不是一个人，还搂着曾经班上的班花朱婷婷。他一开口，我们就明白了他的意图。来，泊车小弟呢？来，给我把车停一下。说罢，刘志伟晃了晃手里的迈巴赫车钥匙，我看了眼钥匙扣的款式，觉得有点熟悉。泊车小弟恭恭敬敬地接过钥匙，刘志伟想了想，又觉得不放心，说：“我亲自跟过去吧。新款的688，给我刮花了可不好。”说罢，一脸歉意地夹着公文包，和大家挥挥手：“老同学们，对不住，再等我一下哈。”又推了推怀里的朱婷婷：“亲爱的，你先入座吧。”听到688，我心里一惊，偷偷发信息给老同学，也就是曾经的副班长：“你把车租给谁了？”副班长回复：“我也没想到他会租来这里装 Lex， 果然是我的车。”我又问：“你租给他多少钱？”副班长发了一连串尴尬的哈哈，其实也没多少。我说实话吧，2000一天，你听我解释，我也要手续费啥的。这边朱婷婷挎着最新款的小香风包包，坐在了我对面，她自顾自地炫耀着，没注意到大家神情逐渐玩味起来。看来副班长的大喇叭属性依然厉害。想当初一个八卦，他能在半节早读课内迅速传递给教室里的每一个人。看目前这架势，估计汤碗里的王八都已经知道刘志伟这辆迈巴赫的来源了。而朱婷婷还在大肆凡尔赛，聊得唾沫横飞，还时不时瞥我一眼。随着嘴皮子翻飞，她眼影上的大闪片掉了一些在鼻尖上，我实在没忍住看了她一眼，神色复杂。结果她一下子就跟被踩了尾巴一样支棱起来。朱婷婷娇嗔道：“哎呀，翠瑶，你也不用这么嫉妒地看着我了。”我欲言又止。其实吧，朱婷婷神情更得意了。要是没有你的放弃，我也没机会找到志伟这么好的老公。我指了指他的脸：“你口红粘牙上了。”朱婷婷跺着脚冲进了洗手间。大家说话这才肆无忌惮起来，直接笑出来有点过于嚣张。我们走了一下流程，面对面建了个新群，没有2位当事人的那种。嘴快的女同学们已经忍不住吐槽起来：“朱婷婷是哪来的自信，这么做作的，还不是长了2分姿色呗？当初班主任可是戏称她为班花呢，还提这个呢。她不是数学课上涂口红被抓住，才有了班花称号吗？明明是嘲讽，人家可恨不得当锦旗挂起来了。他们这种人，10个里有8个都是这样吧？现在这个老公可不也是从原配手里抢过来的吗？”众人突然转向我：“你说是吧，杨翠瑶？”我轻蔑的一笑：“
可别这么说我可不是某些人的原配，一个眼瞎扔掉的垃圾而已，可不配。大家哄笑起来。对啊，当初他那么对翠瑶，这种恶心人的事，只有他做得出来。这一句很快被撤回，我只是微微一愣。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总之，刘志伟这种人确实恶心。正说着，恶心人的绿茶补好了妆，扭着腰走回座位，大家立马噤声。真不怪大家讨厌他。上中学那会儿，他就很会搞校园霸凌那一套，很多人深受其害。他三天两头喜欢谁，不管人家有没有女朋友，就要把别人追到手，追不到就不择手段，不闹得沸沸扬扬不罢休。朱婷婷回来的时候，正好刘志伟停完车入座，朱婷婷做作地站起来招手：“老公，这里。”刘志伟顺势坐下。很快，觥筹交错，几瓶酒下去，几个男同学都脸红眼白，逐渐开始神志不清。当然，其中就包括刘志伟。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正所谓男人三分醉，演到你反胃。他以前能连吹3瓶的酒量，现在却像是装出来的。我在群里发了个晋升的表情包，刘志伟举起酒杯指向我的方向。时光可真是个好东西，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哎，我现在功成名就，有的人啊，后悔也来不及。从前对我爱搭不理的，现在可都高攀不起了。没人说话，我眼皮都没抬，甚至想夸一句智障。见没人吹捧他，他觉得有些尴尬，借着装醉的借口，若无其事地坐下了。这4万块租车费算是白搭了。朱婷婷迅速救场，她温柔地拍着刘志伟的背：“亲爱的，你喝多了。哎，你呀，总是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说罢，翻起眼皮看了我一眼。这世界上有眼无珠的人太多了，不是谁都那么有福气的。1秒、2秒，桌上依旧安静。有人在群里爆出一连串搞笑表情包，笑死我了！这就是装逼翻车的感觉吗？刘志伟以前就是这个装逼做派，果然狗改不了吃屎，哈哈！我就说他花这笔巨款就是为了在杨翠瑶面前秀存在吧？前面的很有可能，要是他知道自己租了杨翠瑶的迈巴赫，又来杨翠瑶面前装逼，以后这张老脸只能挂村口了吧？哇，你这么一说，我更期待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甚至还有人转发了那个经典的装逼失败视频在群里。我在群里叫停，各位别这样，等会咱们还得指着他买单呢。有人回复，还得是翠瑶姐。几桌人不约而同又点了帝王蟹、大龙虾之类的硬菜，而我看着群里发的那些装逼失败的视频，再次陷入沉思。尤其是标题为“租了一台迈巴赫，村里让我修路出20万”这个，我勾了勾嘴唇，快速发信息给村主任：村里装路灯，您用大喇叭喊刘志伟出20万。他绝对出。说真的，格局不能小，不能只为了个人恩怨做事。我是要用他的钱，好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我们村打造成旅游景点，汇集所有人。这对可爱的夫妻使尽浑身解数，把逼装了个10乘10。为了让他买单，众人也慢慢开始应和，一口一个伟哥，捧得他找不着北。直到刘志伟一拍大腿，车钥匙咣当响，今晚这一顿我买单，谁也别和我抢啊！他应该是以为和那种电视段子上的场面差不多，好多人拿着钱包、银行卡争着抢着买单才对。而这顿饭上，所有人都举起酒杯感谢伟哥，伟哥大气，然后继续吃。他们夫妻去结账时的身影格外孤寂。
我们则在桌上会心一笑，抓紧最后的冲刺时刻，把桌上贵一点的菜全部清空。等他们磨磨蹭蹭结完账回来，还想说两句时，发现桌上已经一片狼藉，帝王蟹只剩下壳，大龙虾勉强能辨认出2根须，而我正拿着塑料袋把半个王八往打包盒里装。朱婷婷的脸都白了。杨翠瑶，你是800年没见到王八了吗？我一脸无辜。啊！朱婷婷气急败坏，这饭你也没付钱，还往家揣，日子过得这么苦了吗？我简单直接。对啊，说着用手指似有若无地从他俩面前划过。确实是800年没见过王八了，这不今天才见到吗？说罢，乖巧地把打包盒放下。那志伟、婷婷，你2个好好补补。我这一放，众人也纷纷默契而又动静很大地放下手里的塑料袋、打包盒。一个女同学阴阳怪气地放下200块，还以为伟哥大气，看来是我们不对了。吃了饭就应该给钱才对啊。是啊，毕竟咱们大多数人都是同一个村的，知根知底，贫富差距不会太大的，怎么能白吃人家的呢？好家伙，还把贫富差距几个字加了重音。最后众人纷纷放下1张或几张钱币。这一刻，偌大的饭店仿佛一个桥洞，而巨大的餐桌就是他们夫妻俩的破碗。众人带着怜悯的神情，纷纷施以援助之手。朱婷婷说不出话，从我的角度清晰地看到刘志伟的手用力地掐着朱婷婷的腰，看来今晚他免不了一顿家暴了。众人散了以后，群里依然不消停。我说，大家早点睡，明天有好戏等着大家捧场。第2天天才蒙蒙亮，村里的大喇叭已经响了起来，一首热烈灿烂的好日子响彻云霄。循环放了3遍以后，估摸着大家应该都醒了。村主任浑厚的声音传出，热烈欢迎刘志伟大老板衣锦还乡，请刘老板来一下村委会，有要事相商。群里又热闹了起来。快快快，大家都赶紧起来。对对对，快走，该请刘老板为村里建设出一份力了。我穿戴整齐到达村委会的时候，人已经里3层外3层围得满满当当，人群的外面停着他的，呸，我的迈巴赫，不大的村子，3步路就能到的距离，他居然是开着车来的。村长已经开始表演了，他摸着眼泪，拉着刘志伟的手，面向大伙，大家看看，咱们的伟子现在已经这么出息了。刘志伟逐渐开始飘飘然，他稍微谦虚几句就开始凡尔赛，而村长配合着老泪纵横，咱们村的难题可算有了解决的希望。村长絮絮叨叨说起了村子修路安路灯的事，刘志伟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他似乎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为他定制的鸿门宴。不过村长说的不全是鬼话，就在几个月前，我们村一户果园的桃花开成了一片花海，正好遇上2个旅行博主登山看到，拍了个视频火了。果农那一年多赚了好几万，村委会嗅到商机，迅速决定1年内把桃谷村的2个山头建设成网红旅游景点，打造出一个开满桃花的山谷，让村民受益。但是启动需要一大笔资金，我的奸商父亲表示不能当那个最先包揽的冤大头，万一资金链断了，可能就打水漂了。但如果有人带头集资，家家户户都能出一点点钱，就会对开发的事情上心，愿意出力一起建设，那么就成功了一半。我爹自然会出巨资投入，所以我要让刘志伟当这个领头人。
当然，这并非白白索要他的钱财。日后开始收取旅客停车费时，他自然能分得一部分利润。我一心想把这个经济落后却自然资源丰饶的家乡建设成美丽富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让每个人都能过上优渥的生活。此刻，谈判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和村主任发信息沟通时说的是20万，他为了提高成功率，特意预留了砍价空间，一开口就向刘志伟要50万。刘志伟神色纠结不已，他这人精明得很，自然能想到停车费收益这一层，就差最后一步了。我向村长使了个眼色，村长立刻心领神会，还善解人意地提高了音量。哎呀，我这老头子糊涂了，忘了这车这么贵，你刚买完，肯定手头不宽裕了吧？算了，等你有钱了，再给村里尽份力吧，大家伙都散了吧。刘志伟一听就急了，连忙说道：不，有的，我有的。他答应得太过急切，朱婷婷都没来得及拦住他。我们几人不动声色，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然而，刘志伟眼珠子一转，从钱包里掏出一叠100元大钞递给村长。实不相瞒，我手里现在拿出30万没问题，不过呢，这年头大钱都存在卡里，要不你先拿着这2万，我过几天去银行取出来再。可惜，村长早已预判了他的预判。村长嘿嘿一笑，手插进兜里，当众掏出一个 POS 机。现在咱们村年轻人回来建设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了。说罢又亮出一个2维码，什么支付方式都能用。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刘志伟和朱婷婷夫妻2人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众人看着他们掏出一张又一张卡，几万、几千地刷着。这种关键时刻，大家都很默契，没有追问为何支付的如此零碎。我隐约瞧见最后2张卡还是信用卡。20分钟后，他们满头大汗地完成了支付，一共刷了28万，再加上先前的2万现金，不多不少，正好30万。为了挽回颜面，他们还故作轻松地摆摆手，说买辆几百万的车不算什么，余钱还是有的。那副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反正钱已经到手，有人当场就想拆穿他，被我拦住了。装腔作势不重要，重要的是建设旅游村有了希望，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众人纷纷踊跃助力，几乎家家户户都拿出了钱财。有几个和刘志伟一样爱炫耀的人，还大方地刷卡，几千、几万地捐出。最终的集资总额比我预想的20万翻了一番还多。更重要的是，家家户户都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建设旅游景点的支持。一般来说，农村建设大型旅游基地困难重重。首先，很多村官年纪较大，老一辈人对这种新型开发模式不理解，觉得是多此一举，认为安安稳稳过日子才是正道，不会支持这类项目。更有甚者，如果村官贪心，资金可能一大半都会落入他们的口袋，导致建设半途而废。其次是宣传难题，很多时候为了打响知名度，宣传费用可能比实体开发费用还要高得多。我记得隔壁赤崖村打造了一个悬崖冰瀑，仅在某短视频平台的投放费用就高达上千万。而我们村那片桃花海的意外走红，无疑是天赐良机。类似视频走红后，许多小网红慕名前来打卡，长尾流量持续了小半年，果农的收益大幅增长，
实实在在的收入进了腰包，大家都看在眼里。最重要的是，这个果农是村里女婿的亲戚，村干部由此切实认识到旅游地建成后的巨大收益潜力。经过长时间的宣传铺垫，大家早已跃跃欲试，人力和热情都已到位。至于地利，我们桃谷村这个名字难道还不够吸引人吗？两座适合种植花海的山，难道不是天然优势吗？万事俱备，只等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走向富裕。村长和我爸促膝长谈后，我爸助力村长打通了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也不奢求上级拨款，只希望村民自己花钱修建民宿，进行装修时，相关部门不要跳出来，以各种违规借口进行阻挠。一切就绪后，工程迅速开工，我内心十分感动，敢打包票说，我们村在建设过程中绝对是最团结的。大家都明白，钱要用在刀刃上，没有一个人私吞钱财，也没有人斤斤计较，争夺小利。很多在家的村民扛起铲子、锤子就主动去干活了。第一步是在2个山头开辟出几条宽阔平缓的山路，大家从小就在山里摸爬滚打，干起挖土碎石的活得心应手。我换上耐脏的登山鞋，也加入其中。大家知道我家在这次建设中出了不少力，都把最好挖的地方留给我。很快，我负责的那一块活就干完了。我想再找地方帮忙，他们却怎么也不同意，让我四处转转，看看还有哪里可以开发。我爬到山顶，看到山顶最陡的一条山脊线，陷入了沉思。这条山脊线十分险峻，即便我们这些天天爬山的村民，也经常在这里摔倒受伤，但它走势平滑，从山顶直通山脚。此时正值旱季，山上的草都干枯了，风一吹，连一点点土壤都看不到，整个山脊呈现出浅黄色。我突然灵光一闪，这条线太适合建滑草场了。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游客从山脚爬上山，一路欣赏各色花木风景，再从滑草场一路滑下来，那得多开心啊！我打电话和老爹商量，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可行。这条路人工开发太危险，我爹决定直接出资调用大型机械，迅速建成滑草场。到时候每人收30块钱，费用并不过分。好多景点的单程缆车票价都不止这个数。回头刨去成本，我家拿收入的一半，给村委会分10%，剩下的40%按比例分配给空巢老人、困难家庭和地理位置不佳的村民。这些村民后期没办法通过开店、开民宿分一杯羹，至少能有一份基本保障。我爹接手去办理相关事宜后，我便下了山。没想到在山脚遇到了穿着皮靴、包臀裙、戴着手套挖地的朱婷婷。我满心疑惑，大家都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她这是在给谁看呢？朱婷婷看到我疑惑的眼神，把铲子往地里一插，一手叉腰，看什么看？没见过干活的。我连连摆手，没有，就是觉得新奇。您这样的贵妇居然也会亲自下地。我语气里满是嘲讽，她却跟没听出来似的，一脸骄傲地说：贵妇怎么了？我老公说了，要亲民，你不懂。旁边一位老同学的妈妈忍不住笑出声，心直口快地说：人家翠瑶这种才叫真亲民吧，又有钱还和我们一起干活。朱婷婷不乐意了，怎么着，大妈，我没干活吗？阿姨看了看她的包臀裙，咂了咂嘴。朱婷婷继续说道：
而且杨翠瑶也不是多有钱。我老公的车，他自以为留了个悬念，顿了顿，却发现根本没人期待，只好不自然地接着说，也不是非要比，但是那辆车几百万呢，不是100万，是几百万，真的不是一个等级。哎，都怪我老公现在太拼太努力了。他嘲讽地看着我，自以为压了我一头。我耸耸肩，挑了挑眉，心想等他租车租期到了，一定要狠狠打他的脸。可阿姨当场就忍不住了，所以说啊，现在的小年轻就爱打肿脸充胖子。你不会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家这车是租的吧？旁边另一位大爷也接话道，可不是吗？我儿子前2天还当笑话讲给我听了。朱婷婷脸色瞬间大变，你们在胡说什么？阿姨双手撑着铲子说，你要不要回去查查这车主是谁呀？我看全世界就你们夫妻俩不知道了吧？大家顿时哄堂大笑起来。朱婷婷愣了几秒，随后慢慢抬起头，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我尽量露出一个端庄和蔼的笑容。租期20天对吧？应该还有几天到期。朱婷婷当场摔了铲子，跌跌撞撞地跑下山，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隐约能听到她用尖锐的声音喊着让她老公去质问中介。大家笑得直擦眼泪。一个年轻小伙子说，还装 X， 也不看看场合，笑死我了。不过我还是想得太天真了。下午，副班长，也就是那个大喇叭中介，慌慌张张地打电话说车出了点问题。我赶到的时候，副班长和刘志伟夫妻都在。一路上，我已经做好了车被划伤或油漆被破坏的心理准备。这俩活宝干出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但说实话，到了现场我一时没看出车哪里有问题，估计他们是害怕赔偿金额太高。我松了口气，问副班长哪里出了问题。副班长还没开口，朱婷婷就指着我尖叫起来，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是你的车？早知道是你的破车，我们根本不会租。我反问道，是你们要租这个车，当初我要是知道是你们俩，也根本不会租给你们。我转向副班长，副班长也跟着重复，对。朱婷婷还想争辩，我摆摆手，耍嘴皮子不会让你少付1分钱。刘志伟也伸手拦住他，他有些不自然地说，是这样的，我老婆不小心往后备箱踢了一脚，后备箱开关那里有个小凹痕。什么不小心？我都能脑补出他一边骂我一边踹车的场景。凹痕确实问题不大，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这却是个把柄。他应该庆幸今天穿的是靴子，不是尖尖的高跟鞋。我掏出手机就拨打110。朱婷婷见状伸手来抢我手机，贱人，你干什么？刘志伟一把将他拦腰抱住，他好声好气地说，翠瑶，别打110，咱们私了行吗？我挂了电话后退一步，别这么喊我，我担不起。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那你别报警行吗？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直接赔你就行。我直接伸出一只手，5万，现金还是转账？朱婷婷尖叫道，你想钱想疯了。我笑了笑，我没有 POS 机，不支持信用卡。朱婷婷喊道，2万，多1分都没有。我不再废话，又掏出手机准备按110。刘志伟突然一巴掌扇在朱婷婷脸上，那声音清脆响亮。我和副班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整懵了。朱婷婷捂着脸，一脸难以置信，你为了他当众打我？刘志伟揉着太阳穴，你先回去，
朱婷婷哭喊道：“你果然对他余情未了，智障！我他妈也想抽你！”副班长赶紧把他拉走了。我不想继续纠缠，现金还是转账？刘志伟神情复杂地看了我许久，转账吧。收到钱后，我拔腿就走，回头叮嘱道：“你让副班长直接把车送店里好好洗洗，我直接去取。”他又叫住我：“杨翠瑶，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你的。”我伸出一根中指：“我喜欢你吗？傻 X！” 我没兴趣看他是什么表情，只想赶紧去告诉村长这个好消息。我觉得这笔钱没必要花在修复车上这点小瑕疵上，甚至这车我都不想要了。我把这5万转给村长，差不多可以叫工程队来修路了。村长眉毛一竖：“这不是你的零花钱吗？你不租车了？”我解释道：“这是刘志伟他老婆踹坏我的车赔的钱。当初我和刘志伟谈恋爱时，我老爹正在开发隔壁县的一个旅游村，第一次投资没经验，建设到最后阶段，村长突然狮子大开口，索要200万抚恤费，否则就停工。当时我们已经投入了几百万，资金链彻底断裂，如果不给这笔钱，前面所有工程都将打水漂。我们全家咬咬牙，决定卖掉家里的帕拉梅拉和城里的房子，凑齐这笔钱。那几个月，爸妈说等熬过这关再重新买车，就干脆用摩托车接送我上学。刘志伟温柔地关心我，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家里投资出了问题，卖了车房。这蠢货竟理解成我家彻底破产了，转头就把我甩了，理由是我不够温柔。我确实因此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并非因为钱财损失，主要是那段懵懂的纯爱无疾而终。等我恢复过来时，家里的资金也周转过来了。隔壁县的旅游村在第一个旅游旺季就回本了，还多赚了几百万。我爸不想再太高调，换了辆迈巴赫，城里的房子也换成了湖景别墅。此后他投资更加谨慎，没有十足把握，轻易不会出大钱，也不再轻易显露财富。此时刘志伟后悔了，但他没和朱婷婷分手，只是问我要不要重新和他在一起。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毫不客气地回怼道：“前列腺有问题，尿不出来也可以在厕所接桶水吧，老子看不上你这种穷光蛋。”我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彻底翻篇，没想到后来的一天放学后，他竟对我起了歹意。他强行把我拉进小树林，粗暴地扯破了我的内衣，还打开手机闪光灯，拍下我的照片，以此威胁我。他恶狠狠地说，如果我不给他50万，就把照片发到校园论坛上。可他不知道，我爸十分宠爱我，每天只要我回家晚了，他就会担心不已。我原以为自己的感情是瞒着家人的地下恋情，可实际上我爸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个蠢货拿着手机刚出校门，就被我爸带人按住了。当我爸看到衣衫不整、满脸泪痕的我时，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我妈先把我送回家，我爸则一个电话召集来一群人。我爸把刘志伟的手机放在他扯我衣服的那只手上，随后众人轮番上演手背碎大石。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只要见到刘志伟，就会上去扇他耳光。刘志伟根本不敢和家里人说，因为他知道我爸真的会去砸了他家祖坟。至于朱婷婷，在我家经济困难那段时间，不仅抢走了我的男朋友，还纠集人对我进行霸凌。多亏了他，我才体会到了冰桶挑战的滋味。只不过那可不是什么有趣的游戏，而是充满恶意的折磨。
但我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傻白甜土豪二代。我曾3次把他踹进山下的小湖里，最后一次，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他，像只落汤鸡一样对我叫嚣：我能抢走你的男人，说明我的美貌胜过了你家的臭钱，你就嫉妒吧，我的魅力是你根本嫉妒不来的。我冷笑一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扔到他脸上：你男朋友昨天给我写的情书，大声读3遍再回去，不然我让保镖好好招待你。真晦气。思绪回到现在，在资金和人心都到位的情况下，家乡的建设进展神速，短短1个月，修路、安装路灯和开辟山路的工作就基本完成。我爹投入的各种资源也全部就位，滑草场的建设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我去店里取车时，他们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消毒，还更换了全新的座椅套。我摸着车上那个凹痕，看到隔壁有辆奥迪正在贴膜，突然灵机一动，问店长有没有桃花图案的车膜，我想局部贴几片作为装饰。之后我找来几位干过工地的大爷，一起在村口进行旅游区的布置。村口的指引标识至关重要，虽然规定过了村口之后，各种宣传牌可以自由设置，但村口的路牌不能随意改动。不过，路牌的柱子可不在限制范围内。我买了许多浅粉色油漆和仿真花枝，带着大爷们把柱子刷成粉色，再点缀上几枝桃花。虽然看起来有些俗气，但在公路上2公里外就能清晰地注意到，宣传效果十足。接下来就是集体认购各类花树苗木了。我们不想在桃花花期过后就没了景色，没了客流量，于是决定混合种植少量其他树种，进行综合规划。这样一来，从冬天的梅花开始，到春天的桃花、樱花、晚樱，夏天的蔷薇、月季、紫薇，秋天的桂花、枫叶，再到冬天的银杏，一年4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可供观赏。尤其是进村的路刚刚修好，在道路2侧种满花树后，等到花开时节，游客的车辆停在树下，拍照打卡的效果堪称一绝。计算出整体布局的预算后，各家按照自身能力进行投资，日后像门票、缆车等观赏性收入也会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成。这个项目我们家没有全面参与，不然直接全包的话，其他村民就没机会获利了。我们另有计划。之前我爸颇具前瞻性的在2座山之间的半山腰拿下一小块商业用地，一直想在那里建个庄园，但单纯用于自住不符合相关规定。现在借着旅游区开发的契机，我们可以打造一个豪华民宿，其中划出一小块区域建一座小独栋别墅，闲暇时过来居住。到时候独栋别墅带有大院子，背后靠山，面前是山脚的小湖，4季美景环绕，这就是有个土豪老爹的快乐吧。因为给村民们分配了足够的利益，大家都很感激我爸，所以对于我们建民宿的计划，反对的声音寥寥无几。我们的规划是先做好绿化工作，大家一起上山栽种树苗，精心打理，等树苗成活后，村民们各自对房屋进行改建，用来做民宿或商铺。等到全村外观改造完成，第一批花也开放时，就安排无人机进行拍摄宣传。可偏偏有人不识好歹，刘志伟的信用卡似乎还没透支完，他和朱婷婷夫妻俩非要争抢认购一半的树苗，
这些绿化成本总共还不到100万。原本我们打算让每家每户分摊几千块，这样将来大家都能一起享受红利。结果这夫妻俩却想独占1半份额。我心想，这要是让他们得逞，我名字倒过来写。我心急火燎的3步并作2步跑回家，抄起我爸的支票本就赶往村委会。此时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正唾沫横飞地和村主任争论。村主任苦口婆心劝道：“你们这样做，让其他村民怎么想？”朱婷婷却嚣张地大放厥词：“我们为什么要管别人？谁有钱谁投资，难道有问题吗？”我忍不住笑出声，拎着支票本走进屋。所以有点信用卡额度就能为所欲为了。刘志伟最听不得这话，恼羞成怒地喊道：“杨翠瑶，你什么意思？”我耸了耸肩，解释道：“我说错了吗？很多人家不是拿不出这几千块，只是短期内凑不齐现金而已。要是帮他们办张信用卡，分分钟就能凑齐。你信不信？你以为用信用卡刷那28万的事别人不知道？大家只是为了村里的发展，暂时忍住没说罢了。”刘志伟最在乎面子，听我这么说，面子瞬间挂不住了，伸出手指着我，嘴里就要吐出污言秽语。我哪有闲工夫搭理他，直接用支票本推开他的手，拿起笔刷刷写下一个数字，把支票递给村主任，笑着说：“不是说谁有钱谁投资吗？老子全包了。”我早就考虑到村里有不少空巢老人也想参与投资入股，但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钱。刚好借着这次机会，我决定先全额垫付。不过这份投资本质上还是属于村里人的，就当我先借钱给大家，以后有钱的村民早点还，暂时没钱的晚点还也没关系。资金到位后，开发进度也能加快。村长感动得说不出话，最后颤颤巍巍地问：“你爸会不会怪你？”我摆摆手，开玩笑道：“他要是敢怪我，我就先收拾你。”随后，村长为了表达感激，迅速召开集体会议，将这件事通知到每一户村民。当晚，好多大爷阿姨就带着钱，还拎着鸡蛋、猪肉到我家表示感谢。后来我去种树，他们也拦着我说：“有我们在，3天就能干完，你去一边歇着。”那一刻，我差点感动得哭出来。这种有钱又能和大家团结一心干事业的感觉，实在太棒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这次突发的善举，后来竟在舆论风波中救了我一命。没过几天，某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出现一个视频，标题写着"富二代村霸欺压村民"。视频里经过变形特效处理，还用了变声器，颠倒黑白地控诉我欺压村民，抢占投资份额。一时间，网上骂声铺天盖地，甚至有人带节奏说我们村有黑恶势力，这我可忍不了。村长更是气得拍桌子：“刘志伟夫妇把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当儿戏吗？他们这么一闹，我们之前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我立刻准备花钱进行公关，可村里的乡亲们比我还着急。在人人都刷短视频的时代，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纷纷跑到评论区反击，欺压村民的明明是他们俩。刘志伟和朱婷婷这2口子，天天打肿脸充胖子，还想独吞村民的投资份额。朱婷婷这个女的是小三，视频里被骂的人才是受害者。对，他们之前同学聚会，还租了受害者的豪车去人家面前显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是啊，他们翻车后，
就开始报复受害者了。八卦的力量无穷无尽，网友们顺着线索深挖，很快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评论区里一片声讨，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女的上学时就是校霸，校园霸凌的人都该遭到报应，太恶心了。说句公道话，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然他俩也走不到一起。要是我们村的旅游区被这种败类搅黄了，我非把他们祖坟都刨了。这个村名字好有意思，有点想去看看了。看到这些评论，我来了精神，开始劝说大家一边澄清事实，一边宣传家乡。我把原本准备用来公关的钱拿去请专业的特效剪辑师，加班加点制作出村子建设完成后的效果图，发布到网上。借着这次舆论风波带来的热度，我们省下了一大笔宣传费用。村里的树苗刚种下没几天，就有不少人嚷嚷着要来旅游。我们乘胜追击，推出1元预订门票活动，邀请大家等2个月花开的时候再来游玩。没想到短短1周时间，就有5万人预订了门票。虽然这笔钱不算多，但这意味着开业后将会有可观的客流量。游客们来游玩打卡，把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还能形成长期的连锁宣传效应。这下大家终于放下心来，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更愿意花钱装修房屋了。村里房屋的外观风格保持统一，但每家的内饰各有特色，商铺经营的品类也丰富多样，确保每一户村民都有赚钱的机会。我们家的半山腰度假庄园和普通民宿定位不同，普通民宿1晚收费200-300元，我们的度假庄园1晚定价1500元，各有各的客户群体。由于我们的房源有限，稍微进行一些饥饿营销，就能天天满房，再加上餐饮、下午茶等消费，每天的利润轻松过万。到最后，最赚钱的还是我们家。而在我们忙着建设家乡的时候，刘志伟和朱婷婷灰溜溜地跑路了。准确地说，是村里没人愿意搭理他们了。有几户村民投资了小10万，差点因为他俩的自私行为打了水漂。换做谁能不生气？有位阿姨甚至把家里攒下来的鸡蛋全砸到他们家大门上，等他们出去躲了1天回来，家门口臭气熏天。他们找阿姨理论，朱婷婷还推搡了阿姨几下，阿姨的儿子一气之下扇了她10几个耳光，抄起菜刀要找刘志伟算账，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他们在村里待不下去，只能选择离开。刘志伟还有个哥哥，他父亲为了让家里其他人能在村里抬起头，特意去村长那里公证，把祖宅给了他哥哥。这下刘志伟连老窝都没了，在村里被人嫌弃。可他们临走前还对那个砸鸡蛋的阿姨放狠话，等旅游区开起来，老子光收的停车费就能砸死你们2口子。这话传到村长耳朵里，把村长都逗笑了。村长平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但这件事不处理一下，全村人的怨气难消。原本我们打算把停车费利润的一部分分给刘志伟，可村长大手一挥，给旅客们送福利，以后桃谷村停车永久免费，大家都有了其他收入来源。又都对刘志伟恨得牙痒痒，纷纷同意这个方案，还说门票价格稍微提高几块钱，标注买票免费停车，就能弥补这笔费用了。这样既损害了刘志伟的利益，又让大家受益，真是一举两得。第一批花盛开的时候，村子里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那辆曾经被我嫌弃的迈巴赫也派上了大用场。凡是预定我们度假山庄2次及以上的客人，都能用这辆迈巴赫接送，直接送到半山腰。车上贴着桃花图案的车模，十分应景，吸引了好多网红前来打卡。靠着这些宣传，我赚得盆满钵满，村民们的收入也日益可观。有一位空巢老人擅长制作桃酥，以前干不了重活，每个月都要靠儿子寄钱生活。现在他重新粉刷了一间小店铺，在我的帮助下设计了精美的包装，专卖桃酥等特产，每天销量可观。从第2个月开始，他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给儿子攒钱。老爷爷特别感激，天天往我家送鸡蛋、蔬菜，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们桃谷村有你们一家，是全村人的福气。”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后来，刘志伟和朱婷婷又回来闹事，不用猜也知道，他们是想回来分停车费。可当他们看到停车免费的牌子时，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刘志伟已经没了脸面，干脆破罐子破摔，非要我们退还他之前出的30万。我正准备给他转账，了结这场闹剧，村民们却站了出来。村长掏出一沓100元大钞，就像当初刘志伟递钱给他时那样。不过村长是直接把钱撒在刘志伟头上。要钱是吧？我老头子给你2万，你真是给我们丢人。众人也纷纷掏出钱包，一时间村口仿佛又变成了刘志伟的讨饭碗现场。我们一个个像施舍乞丐一样把钱扔到他面前，这种侮辱性的举动让刘志伟难堪至极。路边甚至有路过的人停下车子，掏出手机拍下这荒诞的一幕。最后，刘志伟受不了了，恶狠狠地呵斥朱婷婷把地上的钱捡起来，然后狼狈地逃走了。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多远，我们又叫住了他们。村长拎起早就准备好的水泥，当着刘志伟的面一点一点把他的名字从投资人纪念碑上抹去。原本他的名字在碑上第1个，还刻着金色，现在只剩下一圈诡异的金边。这块功德碑成了他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象征。刘志伟急得说不出话。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急得哭出来，那副模样又丑又活该。他站在原地盯着地上的钱，犹豫了许久，不知道是不是在纠结要不要把钱还给大家，但最终还是拉着朱婷婷的袖子，灰溜溜地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刘志伟，但却又遇到了朱婷婷。说来倒霉，那天我正在半山腰的别墅里泡温泉，悠闲地翻看男模杂志。面容憔悴的朱婷婷突然找上门来，她先是跟我卖惨，说已经和刘志伟离婚了，然后让我给她安排一份工作，最好能给她一个店铺做生意。我全程只顾着看杂志，根本没搭理她。见我不回应，她又说：“别计较以前同学之间的小矛盾了，你就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我依旧专心看杂志，直到他终于放低姿态，可怜巴巴地说：“其他工作也行，我只求有口饭吃。”我指了指华草场，说：“那边除草还缺2个人，工资1个月1700。”朱婷婷难以置信地尖叫道：“杨翠瑶，我可是本科毕业。”我面带微笑，端庄大方地说：“别担心。我们这里招聘没有学历要求。”朱婷婷气得直跺脚，转身离开了。这样的日子简直太惬意了。我时不时在半山腰的独栋别墅里泡泡温泉，欣赏山景。闲暇时就数数钱，只要有人敢和我作对，
村民们第一个不答应。我爸还在继续投资隔壁市的新农村建设。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